爹，此去嫁往盛京，万不可再像家中这样任性妄为了。好在沈燕这孩子是咱们看着长大的，知根知底的，你嫁过去，爹总归是放心的。可是爹，欢儿舍不得你们。娘亲也舍不得欢儿。阿爹、阿娘、哥哥，欢儿走了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身体。牧氏奉旨镇守西北，无诏不得离开。我们不能送你出嫁，你不要怪我们。小妹，你独自上京成婚，有时间一定要写信回来。就是，沈燕那臭小子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们，三哥一定帮你把他揍得满地找牙。三哥，迎亲队伍到，是谁从夜拽下一缕光，将那已沉寂的心扰乱。明月高悬，微风雨行船，听哀叹。去吧。红叶最亮的红尘，化作阑珊，草长莺飞长落。爱人的三三四绝总长长，随流年漂泊。花开花落，日升日没，真情如烟波，人知。我也想骑马。胡闹，哪有新娘子骑马的？快盖上。那下次我做新郎，你做新娘，你做轿，我骑马。好，听话，走吧。日升日没，真情如烟波，人知知寂寞，谁在乎因果？潮起潮落，月圆月没，魂魄不说破，太单薄，与谁能说？花开花落，日升日没，真情如一拜天地，装满了世界。二拜高堂，不是长天，此生如梦，愿细数流年。夫妻对拜，沧海桑田，烛光烈日，终身才遇见。更知道西北穆平王穆伯平通鲁谋叛，拥兵造反，证据确凿，即判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。来人，给我拿下反贼之女穆长欢！谁敢？今日是我将军府与穆王府成亲之日。郭洛楼台，你胆敢在我大喜之日口出妄言，污蔑我岳父？哼，是不是污蔑？沈大人去桐花台走一遭就知道了。这个时辰，穆氏九族都在桐花台候斩，去晚了，怕你连求证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撒谎！我父亲根本就不可能造反。我亲自去桐花台确认一下。慢着！今日我在这儿，没人能动他。来人！去吧。西北穆平王穆伯平通鲁谋叛，拥兵造反，战立决！行刑！不要！抬住他！父亲！
走啊，快走！斩！乱臣之女，给我拿下她！最后一个漏网之鱼，给我斩！谁敢！皇上一日为妃后，本宫就一日是皇后。本宫看谁敢放肆，还不拜见皇后！参见皇后。妖后，皇上不过是看你有7个月的身孕而饶你一条命，腹中的孩子能救了你，难道能救得了他吗？能不能是本宫的事，与你这个产妄奸佞之人有何相干？本宫奉旨为穆王府的人收尸，我看谁敢拦我！阿姐，父亲、哥哥都没了。别哭，阿姐都知道了。乖，把父亲放下。我的父亲西北穆平王，跟随先帝3次南征北战的大将军。先帝还为皇子时不得胜券，被发配去了西北蛮荒之地。是我父亲带他北伐平乱，保他性命，让他得了圣心。奉命来收尸，讲那些无用的干什么？西北穆平王世子穆长景，我的大哥，16岁跟随我父亲南征北战，19岁就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少将军。我军功选秀那年，不舍得离家，所有人都跟我说，让我顾全穆氏的忠名。娘，阿姐，要不我们就……只有我大哥，他跟我说，让我做我想做之事，嫁我想嫁之人。有什么罪名，他替我承担。阿姐，要不我们就……这是阿满，大哥的儿子都长得这么大。娘娘，都烧了，把这些都烧了。看来皇后娘娘还不傻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我王之土焉有丧这些乱臣贼子的道理啊！现在不烧，难道等日后，等人来掘我墓室吗？践踏我们的尸骨吗？给我烧！给我烧！是，奴婢知道了，都上。皇后娘娘，你还是要保重身体，不要伤心过度，弄丢了府中的保命符啊！我怎么会为了一个图我满门之人生儿育女？自问要是有几分骨气也好，斩草除根，好过养民罹患。我
你不要离开我！阿姐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！阿姐，我已经跟皇上说了，要我的命，还你的命。不要你！看阿爷要好好的，而且没得到的幸福，你一定要幸福。阿姐，娘娘，阿姐，阿姐，不要，阿姐，阿姐，不要。问世间转过多少流年，才会有我父亲擦肩。是穆平王，铭记哥哥岁月，是骠骑将军，我的姑姑是先帝宠妃，姐姐是当朝皇后。我自幼嚣张跋扈，刁蛮任性，就连公主见了我也要退让3分。皇帝把我嫁给了圣经最好的男儿，我们两心相悦，不许终身。我以为老天对我是最大的眷顾，是我此生之幸，却不曾想，我穆家满门忠烈，却无半句权势。黄泉路上，我穆家人皆是无头之辈。跟你是我已甘愿，一生多父亲，但求一瞬间，我和阿姐不扰还需你们。长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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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欢。今夜送离别，来思情无言。你应该感谢那场大雨，否则你现在只剩下一捧灰烬了。你为什么救我？为什么？你穆氏满门忠烈遭遇陷害，341颗人头，砍了整整1个时辰才砍完。你知道吗？穆家人留在桐花台上的血，到现在还没洗干净。穆长欢，你侥幸活了下来，却来问我为什么救你。早就听闻你骄纵跋扈，被你父亲和哥哥宠得不成样子，不曾想他们竟把你宠成了一个草包。你竟然敢杀死自己，就不敢杀死别人吗？穆长欢，我敢。
我会重新还你一张新的脸。无论我们相貌身份如何，此生我沈燕只认定你是我唯一的妻子，绝不相负。我们逃吧，我带你离开这京城，离开大清，就该巴彦天涯海角，从此隐姓埋名，相依为命。你知道吗，阿言？自从穆氏灭族以后，我日日梦魇，未曾睡过一个好觉。梦里我的叔伯父兄、姨娘姐妹，字字提醒。太冤了，嬛嬛，我穆家太冤了。他们不停地追问我，为什么我穆氏百年中名会因为谋逆被诛全族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可我知道，阿言，我怕是不能再嫁你了。这就是董若温熙、孝温熙皇后的脸。这不是我。嘘，记住，世上再无穆长欢。是谁向我日如梭，心如墨？是谁叹我一生的人离合？长路漫漫长漂泊，夜萧瑟，风又起，雨又落。我笑情深依旧。你会怪他吗？结巴扎人，不必还手，一定很痛。我盼功成功了，地深满天四海任我游，情字如雨落。天子脚下，皇家重地，想要在这紫禁城里活下去，你们都记清楚了。这第一要紧的就是体态、礼仪。千万别觉得你们是满汉八旗的贵家女，就把自己当回事。昔日的穆王府如何？还不是因为谋逆，说满门抄斩就满门抄斩。出身再贵重，能贵得过皇室？拖下去，逐出宫去！不要，嬷嬷！我准备了3年的大学，我真的不能落选呀！嬷嬷，看看我的姿色，嬷嬷，日后我获得恩宠，一定会10倍100倍的报答您，嬷嬷！不要啊，嬷嬷，嬷嬷！我劝你们，别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觉得自己的命会有多好。穆王府的小郡主久居深闺，相传拥有着名满天下的倾国相貌。可如今呢，穆王府落败，他在大婚之日葬送火炉，烧得连一堆灰都不剩。别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就能得圣心，我劝你们趁早断了这痴人说梦的念想。皇室招你们入宫，是为了开枝散叶，延绵此嗣。圣上登位数10载，执政爱民，却此嗣凋零。这么多年来，也只有先皇后一人有过身孕。只可惜她也因穆王府谋逆，自刎在桐花台了。嬷嬷，您老是说穆王府的，
这穆王府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掌嘴！在这宫中最忌讳的就是多嘴。你们都记清楚了，少说话，多做事，祸从口出。我念你是初犯，不跟你计较。再有下次，直接逐出宫去。是，嬷嬷。哼，宋公公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皇上差我来看看，这批秀女都选得怎么样了？公公放心，这批秀女可都是……宋公公，我是包衣左领之女沈夏冰，求求您在皇上面前替我美言几句，日后我封妃侧嫔，一定加倍报答您。大胆！来人，拖下去，杖毙除名！嬷嬷不要啊！嬷嬷不要啊！嬷嬷。你是怎么教的？这马上就临近殿选了，怎么还有这么不懂规矩的修女啊？是奴婢的错，公公息怒，奴婢一定多加管教。哼，让我先看看这批秀女的姿色如何。哟，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参见公公。你是哪家的姑娘？叫什么名字？回公公，宁国公府宁国公贺兰章之女，贺兰云石。贺兰云石。看来此行也不是毫无收获，咱这就会养心殿给皇上复命。公公慢走。贺兰郡主，您的福气在后头。宋公公能被皇上的贴身太监夸赞，难道他有什么过人之处？君恩如东流之水，得宠万千荣华，失宠万人践踏。各位小主都是通过层层筛选，天底下一顶一的女子，只要通过了这最后一次殿选，得了圣上的青睐，从今以后陪王伴驾，竟是享不尽的荣华和尊贵。姐姐，你的衣裳真好看，是什么材料啊？贱人！对不起，小主。夏怀，敢弄脏本小姐的鞋，你是什么人？奴婢是静怡轩，洒扫宫女夏怀，无意冒犯了小主，还请小主见谅。好你个狗胆包天的奴才！本小姐为了今日殿选，特地定制了一双珍珠玛瑙鞋，你弄脏了我的鞋，影响了殿选，10条命都不够你死的！姐姐，这位姐姐，姑姑方才告诉我们，皇宫重地最重礼节，你若当真打死了这个宫女，只怕会是落人话柄，落人口舌。你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敢管本小姐的闲事儿？家父宁国公贺兰章，听闻宁国公只有一个独女，原来是她呀！听闻宁国公女自幼体弱多病，常年卧床，足不能出户，很少有人能识得她的容貌。你就是宁国公府久病不愈的独女。那她弄脏了我的鞋，也不能这么算了，我还等着殿选呢。你我二人尺寸相差不多，姐姐若是不嫌弃，妹妹愿与姐姐交换。你那是什么鞋？能跟本小姐的珍珠玛瑙鞋相比吗？妹妹的鞋子并无任何特别，只是一双用蜀锦做的普通鞋，但好在裁缝手艺巧，姐姐或许会喜欢。蜀锦，那一尺可值千金，极为难得。宁国公府府多年来就得了这么一个女儿，听说自幼便宠爱非常，今日一见这蜀锦鞋，果真如此。那好吧，既然你有意为这下贱的奴才出头，
本小姐也不是什么计较之人。该娘，感谢姐姐宽宏大量。哼，宁国公府而已，徒有虚名。我姑父可是手握实权的大理寺卿。大理寺卿，大理寺卿，西林山，怎么你也听说过？怪不得。我看姐姐这样富贵非常，这样又大又好的珍珠串成项链，妹妹倒是不曾见过。那是自然。都别聊了，各位小主准备准备，电选开始了。贺兰云石，苏州通判张志徐之女张静怡，年16。臣女张静怡给皇上太后请安。生若闻营未守卫位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臣女撂牌子赐花。今年这批秀女啊，个个不是脸黑如乌，就是身瘦如虎，一群歪瓜裂枣，真怪不得皇上说上不了台面。确实怪不得他们。哀家瞧你今日华冠丽服，光彩夺目，就是再靓丽的秀女，到了你的跟前，那也是黯然失色。贵妃娘娘貌如天人，莫说这几个秀女，就是满蒙八旗加在一起，也及不上娘娘3分呢。继续。冀州协领穆家福伦之女齐家清代，年17。臣女齐家清代参见皇上太后，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。是个知礼的。既然太后觉得不错，那就留下吧。留牌子赐香囊。谢皇上，谢太后。光禄寺少卿之女傅采薇，年16。大胆！皇上饶命！太后娘娘饶命！臣女无心之失。舅舅怎么算来这么个蠢货？殿前失仪，毫无礼数可言，如何能进宫伺候皇帝？拖出去，杖20，逐出宫去。太后娘娘饶命！是他。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娘娘。你是宁国公府贺兰章之女贺兰云石，年16。你抬起头来。你说你叫什么？回皇上，行至山穷水尽处，坐看风云日月起。臣女姓贺兰，名云石，今年刚满16。他说你弄坏了他的项链，诬陷他殿前失仪，可有此事？臣女没有。你撒谎！刚刚分明……放肆！身为秀女，殿前失仪在前，又为脱罪栽赃旁人在后，如此歹毒的心肠，如何配为人妇？来人，把这毒妇给我送去甘露寺削发为尼，一生侍奉青灯，净净她身上的不正之气。皇上饶命啊！臣女是被陷害的！皇上饶命啊！臣女是被陷害的！表姐救我！表姐！皇上，秀女年幼，不如……朕念你无故收敛。宁国公又忠君爱国多年，你就留下吧。贺兰云石，留牌子赐香囊。谢皇上。朕养心殿还有折子要看，剩下的就由皇额娘代选吧。恭送皇上。哪儿冒出来的宁国宫女，还没进宫就能让皇上如此偏袒？宁国公府而已，徒有虚名。我姑父可是手握实权的大理寺卿。大理寺卿，大理寺卿，西林山，怎么你也听说过？怪不得。
我看姐姐这样富贵非常，这样又大又好的珍珠串成项链，妹妹倒是不曾见美。那是自然。西陵深，那就先从你开始吧。宋植，这就是你跟朕说的经。皇上恕罪，是奴才卖弄了。没有，朕确实惊喜。太像，多少年了，朕做梦也没有想到温熙皇后的那张脸能再活生生地站在朕的面前。是啊，奴才瞧着，不只是模样，举止言谈、一行一动里都有几分小温熙皇后的影子。朕要封她为贵人，熹贵。熹贵人你觉得如何？住处就安排到长春宫。温熙生前与朕说过，长春宫娴静典雅，他最是喜爱。皇上选的自然都是好的。都查清楚了。回娘娘的话，查清楚了。那个宁国宫女是因为有一张与孝温熙皇后极为相似的脸，才得了皇上的几分欢心。孝温熙，听说是还在前底时的那位福晋，据说较进府来不到1年便难产而亡。正是，怨不得贵妃娘娘不知道。如今宫中见过孝温熙皇后的人屈指可数了。这穆长歌才死了多久？又来了个孝温熙，这样下去，本宫什么时候才能做得了皇后？娘娘息怒，她长得再像，终究是个冒牌。皇上对她的宠爱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，谁又说得上呢？再说，就算皇上真的宠爱她，那宁国公与西陵大人终究是没法比的。哼，也是，王阿玛可是平定了穆氏反贼的头号功臣，他一个徒有虚衔的宁国公，拿什么跟我比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这张脸始终是个狐狸，我们总不能等着皇上厌弃他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董鄂温熙，他与皇上成婚那年是15岁，是皇上的第1位结发妻子。他们2人青梅竹马，自幼便两情相悦。皇上还是亲王时，府中便只有他这么一位福晋。唉，可惜啊，他们成婚的次年，孝温熙皇后难产，一尸两命，死在了皇上最爱她的时候。穆长欢，你想报仇，你这张与他颇为相似的脸，会是你最好的武器。小主，有人来访。入宫第1天，这么晚了，谁会找你？请进来吧。是你。奴婢参见熹贵人，深夜叨扰，还请贵人见谅。救你不过是顺手的事情，不必特意来谢我。贵人客气了，奴婢侍奉先皇后时，也曾受过贵人恩惠。如今先皇后故去，树倒猢狲散，整个宫里还会对奴婢施以援手的，估计只有贵人您一人了。
奴婢自然感激不尽。举手之劳，不必客气。你不是贺兰郡主。小主见谅，奴婢其实并未见过郡主真容，所以不曾受过郡主恩惠。你说我不是郡主，那你认为我是谁？奴婢无意隐瞒，贵人殿选那日所做之事，奴婢尽收眼底。奴婢不清楚您究竟是何身份，又想做什么。若你想于西林氏一较高下，奴婢愿效犬马之劳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或者说，你有什么筹码来向我投诚？奴婢侍奉先皇后时，对各个宫中的情况不说了如指掌，却也略知一二。小主您初入皇宫，会需要奴婢的。阿怀姑姑，你这又是何苦？是我，朝婚。二小姐，你竟然敢杀死自己，就不敢杀死别人吗？穆长欢，我会重新还你一张新的脸。小姐，你那么娇贵的一个人，扫了薄皮换脸这么大的罪，若是王爷和夫人泉下有知，他们该多心疼啊！曾经那个娇弱无能的王府小姐已经死了，阿怀，你信我，父亲的冤屈，阿姐的死，整个穆氏的公道，我一定会亲手一个一个的讨回来。小姐，如今您还活着，深宫险恶，这龙潭虎穴里，奴婢愿为小姐手中的刀和剑，换死不辞。阿怀，我是为穆氏平反而来，是抱了必死的决心，你又何必跟着我走上这条不归路呢？小姐，奴婢8岁入府，18岁跟着大小姐进宫，一眨眼又在皇宫过了7个年头。我的命是大小姐跟的，王府对我有3嫂之恩，奴婢愿以此身为报。小姐，好。小主，该洗漱了，就放那儿吧，一会儿我来伺候。是。怎么了，小主？这水里有毒。刚说完有人会送机会，没想到这么快机会就送到面前了。去把刚刚那个姑娘抓回来。是。本宫进宫才第2日，还未侍寝，就有人坐不住了。是哪位宫里的娘娘啊？奴婢来长春宫第1天当值，不知道小主您在说什么。是吗？娘娘，奴婢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娘娘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娘娘。是谁？是楚九公，娘娘。大小姐去后，6宫无主，中宫之位9空为例。虽然协理后宫的是承乾宫的皇贵妃，但在圣前最得宠的是钟粹宫的明贵妃。她是西林山的亲女，
又有几分姿色。这宫中多数妃嫔都为他马首是瞻，尤其是储秀宫的应嫔。原来是西陵书月的长呀！你们家小主备了这么大一份礼，我怎么能辜负她的心意？你想干什么？怕什么？不过是一个应品，还不值得我煞费苦心。明贵妃送的赏赐里，是不是有一个金丝软枕？是有一个。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都起来吧。谢皇贵妃娘娘。诸位妹妹进宫也有些时日了，住的可都习惯。谢娘娘关怀，一切安好。本宫没来晚吧？皇贵妃姐姐安。给明贵妃娘娘请安。妹妹侍奉皇上，劳苦功高，迟个一时半刻算不得什么。哼，这次大选不是选了6个秀女吗？怎么今儿个只来了5个？回明贵妃的话，有一位小主说是染了重病，昨日已经向我们娘娘告了假，说是等病好了再来请罪。好大的架子啊！是什么病让她连进宫的首次参拜都敢不来？难道这皇后不在了，宫里就没规矩了吗？还有没有把本宫和姐姐放在眼里？无妨，既然妹妹想见，那本宫便着人去请。还是先让地上的妹妹们起身吧。哟，忘了你们都还拘着礼呢。行了，都起来了。谢二位娘娘。哎，小主，承乾宫都派人来催了2回了，你把脸弄成这样，咱们怎么去啊？怕什么？把我的面巾拿来。皇上也该下早朝了，我们也准备准备，就过去吧。给皇贵妃、明贵妃娘娘请安，愿2位娘娘万福金安。大敢在贵妃娘娘面前装神弄鬼、遮遮掩掩。玉莹，去给本宫把她的面巾扯掉，掌嘴30。是。慢着，熹贵人病中前来请安，又口戴面纱，是不是病得太重了？回娘娘，嫔妾不敢隐瞒，嫔妾这几日脸上突发恶疾，恐惊扰各位娘娘凤体，才以巾遮面。恶疾？姐姐久病，想必从未听说。咱们这位熹贵人啊，据说与当年的孝温熹皇后有几分相似。妹妹福薄，无缘得见过孝温熹皇后的真容。姐姐与纯熹皇后出自同族，不如亲自看看到底有几分相像。皇上驾到！来得正好。参见皇上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当着众人的面扯掉你的面纱，看你这张狐妹子脸，日后还怎么勾搭皇上？都坐吧。怎么会这样？不应该啊！熹贵人的脸这是怎么了？为何会长这么多红疹？回皇上，臣妾自入宫以来，莫名染了风疹，
瞧了太医，服了药，旁的都好了，偏这脸上的红疹，久消未退。过来，让朕仔细瞧瞧。现实。太医院这帮废物，连个红疹也医不好，可千万不要留疤才好啊！是很相像。你也觉得很像是吧，文书？世上怎会有如此相像的两个人？连我这个妹妹都开始恍惚起来了。只是好好的一张脸上，怎么会突然起红疹？参见皇上。查的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查清楚了，熹贵人有花粉症，而这软疹里藏有大量的杏花粉，这才导致贵人脸上的红疹千言不愈。大胆！好好的一个软疹里为何会有杏花粉？哎，这个枕头不是我们刚入宫的时候明贵妃娘娘送给我们的入宫礼吗？不知这位妹妹是哪个宫里头的？你可仔细看清楚，这个软疹到底是不是本宫赏赐的？就算是出自本宫宫里头，也不是每一件赏赐都过了本宫的手。许是哪个下作东西，瞧着熹妹妹生的俊秀，想害她，要想嫁祸给本宫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正是，贵妃娘娘天姿国色，服人如碧，又怎能瞧得上旁人什么眼光？此人祸水东移，一箭双雕，用心制毒。皇上若是查出来，定要好好严惩他。行了，当务之急是要医好熹贵人脸上的红疹。皇上，奴才在回来时碰上了静玉轩的宫女，她说有法子能够不露痕迹的去了贵人脸上的红疹。轩，是。宣静玉轩宫女觐见。奴婢拜见皇上。夏怀，你能医好熹贵人的脸？回皇上的话，奴婢家乡有一土方子，取楚桃树枝，匀匀焕出，涂抹7日，可去红疹。既然如此，那朕便命你到长春宫伺候，医好了熹贵人的脸，朕有重赏。谢皇上。这不是先皇后吗？行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朕还有折子要批，你们继续吧。恭送皇上。真是，这就是你说的掩耳盗铃的法子，险些害了本宫。臣妾没有啊，娘娘，臣妾明明是……你以为本宫还想继续听你胡说八道吗？给我滚！娘娘，应婷娘娘，今日您还是先回去吧。好好的入花怎么会变成杏花粉？去把崔薇给我叫来，我好好问问他。是。西北书院，等我用你扫平他们，再来收拾你。小姐，请喝茶。都安排好了。奴婢在宫里还是有几个熟识的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应凭此人工于心计，手段阴狠，又善于藏风，留着他等于养了个大患。此人绝不能留。娘娘，该洗漱了。究竟是哪儿出了岔子？我明明让翠薇那个死丫头……怎么了，娘娘？娘娘，我的脸！娘娘，你的脸！第一批秀女该侍寝了。小主您受红疹所累，这7日不能侍寝。虽是不能侍寝，可这赏赐，不还是如流水一样流进了长春宫？听说孝温熹皇后生前最钟爱乐伎，
瞧咱们皇上用情至深的模样，想来不假。怕是这满京的乐伎都在这里了，仔细照顾。是。给熹贵人请安。给熹贵人请安。陈公公，快起来吧。哦，金鸡营那边送来了2尾极漂亮的锦鲤，皇上让奴才看着处理。奴才看着长春宫这风水宝地，养什么都是顶好的，所以便特意给贵人您送来了。金鸡营，陈公公眼光果然不凡，这鱼极是漂亮。有劳公公费心了。多谢贵人赏赐。那奴才就先退下了，若是有什么吩咐，贵人尽管开口。阿怀，去送送陈公公。是，公公请。阿叶，快来！累了吗？哇，好漂亮的鱼啊！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啊。那你嫁给我之后，我给你养满1池子。东土子，谁要嫁给你？小姐，奴婢听闻沈大人前2日从金鸡营借调来御前了。他放着好好的金鸡营都统不做，寄调到御前做什么？哎，小主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把这鱼给我扔了！小主，您就是生气，一边拿鱼撒气呀！对了，把这鱼缸挪远点，省得我看了心烦。